周，第一阶段跑组已经结束。咱们就非要干一件顶天立地的事儿。对不起。等你是个咖，才有资格掉眼泪。本周市场答疑会即将开始，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市场答疑会。我们也将所有的艺员分成了头部演员、腰部演员、尾部演员。艺员们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关于市场里面有任何演技上角色或者即将宣传行业发展的问题，都可以向咱提问。那我们请出第一组的头部演员，有请8位艺人一起出场来。令人尊敬的头部演员。哎呀，头部，加油！老师们好。哦，都是主角哦。帅哥美女，红气照人。好，大家坐好了。头部是我们介绍嘛，先介绍王婷婷。王婷婷在我们镜头之外是女主角啊，这个演员的状态啊，她是非常好。整场戏要淋水淋雨，一动都没动，躺在那边躺了快2、3个小时，非常好，非常好啊。跟着旁边那位就刘大月拍短视频的哈，喜剧效果挺不错的。他演我加了30分，加了最多分的。那个哭不是流着，哎，好像因为戳到一点点的东西，是跟着戏走的。对，我们就缺乏这些那么给你有真实感的演员。旁边那个美少女哦，新月，她很上镜，镜头一拍啊，那美的亮眼的还不错的。哎，13钗里面那个女学生是她吗？是他，他演的还是不错的啊。是。又来一个改赛道了啊！奥运冠军了，对，真的，他表现特别好，他坚持一条过整场戏。旁边是可盈啊，当我一拍他，让我另眼相看，就可以完全抛开他家里什么背景什么，他演得非常好，而且演什么像什么，就反而背景拖累了他，人家以为他是怎么样。对，后面有人说，我找一个人演周星驰的角色很难了。周星驰太深入民生了，你说比不了吧？那我干脆一想，干脆找个老外来演吧。他就是老外，他演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到他怎么去演，他不顺着排场打，这样有新鲜感了。关羽是短剧王啊，短剧很厉害，特别帅，怎么猜？非常对。我感觉竖屏真的很奇妙，就是冠宇一出来，好像那个竖屏就稳了，那就是稳的感觉。我第一眼见见他，我就觉得他是那个韩国那个冷血杀手一样。但是他在我不是药神之前，我们要有一些投诉家属的，他演出一个很接地气的人去投诉，我差不多认不出来。真的很不错。郝伟就刚好，就是我刚刚讲那个，看着他都是演太子啊、古装啊，这次反过来了，镜头之外里面演一个经纪人，很会拍马屁，很卑微的一个，完全不像他本人。我觉得这个很好。好了，那今天有4个我们资深的制片人在，你们自己有什么疑问来？对，那老师，我想向市场老师们的一个提问吧，就是相对而言，我的角色当中播的比较好的那个角色是很苦情，然后被人欺负、很懦弱的这种。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就是可能哪怕想要去尝试别的就是类型的角色，连试戏的机会可能都没有。那也想要找工作的机会，像短剧，因为我也有面试过，但是可能确实是因为像我们没有拍过短剧的情况下，没有数据，对，没有数据，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老师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也在刷短剧，你也在刷，你刷刘晓庆的吗？就是我觉得你想太多了，你总想横跳，数据是跑出来的。它不是等出来的，你现在有个苦情戏标签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很多演员一旦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标签的时候，就开始尝试的要撕掉这个标签。那么从市场的角度，其实有一个推送逻辑，背后有一个算法，特别在短剧赛道里边，这个算法其实核心的一个指标就是标签。如果说你的标签不明确的时候，你被推送的这种概率，你会被无限压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可能你现在去短剧那边，就是比如说市场现在给你画叉的原因。
我听过一句话，他说：“你知道吗？你身上这个标签是你努力了多久多久我才贴上了。对，你不能贴上你就想着撕。”是的，因为实际上来讲，现在在精品短剧里面非常差演技很好的演员，那其实都是短剧演员在相互消化，换成恋爱。那比如说像你，如果愿意，我们先从女二号，甚至从一些特别出演开始去演，让大家记住张可盈已经在演短剧了，那就好了。明白，谢谢老师。但我觉得真的市场变化太快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短剧演员真的他们的饭是吃不完的。姐马上姐，饭都吃不完了。我们想要去定冠宇他们的时间真的很难的，我可能提前3个月都定不到的。我挺想知道，比如说像冠宇，他已经在短剧赛道里面顶峰了。如果说他现在想要去争取长剧的话，他能争取到什么角色？对，因为之前有出去面试过，也有试过戏，然后大家会说你是短剧演员的标签。我有一个非常就是现实的问题，你肯定不会让他演男一在长剧里，我可能会让他演反面角色，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适合那种反面的角色。对，我觉得那个韩国杀手是很好。那如果我要让你演了反面的角色，和你之前的角色就会产生很大的不同嘛？那在这种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你回不去你的总裁了？所以可能你也面临着这个选择和挑战。当时不是之前柯纯是短剧一哥嘛？对。然后柯纯后来去转战了一些长剧之后，其实冠宇那段时间是接班的，短剧一哥，然后都在第一名，哈哈哈哈。但是我昨天、今天我都查了短剧演员榜，他都出了50了啊！因为短剧是真的每天都在变，所以这是我对冠宇的建议啊。现阶段我认为你是需要去挑一个很好的剧本，要留下一个作品，要让大家对你有印象。刘璇。我的问题是呢，像我们这些又不是科班出身，但是在某一个领域又有一些成就的这样的一个非职业的演员，在制片老师的眼里，会不会还给机会？是这样的，非科班并不是阻碍你就是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屏障。那像周迅老师、赵丽颖老师也都非科班出身，但是他们是非常就是优秀的演员。其实你已经成功了一半，而且踏出第一步了。就没人找你，是因为大家以为你不拍戏了嘛？没有，我要拍。对啊，现在你坐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对着镜头讲3次，我拍就可以了。我要拍戏，谢谢。我拍。那老师，我可以提问吗？来，轮说。我在结婚之前那时候也拍了很多偶像剧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有了一个自己的标签就是钟丽缇她老公，就是这种标签，我觉得是不是在各位制片人的眼中，认为这是对我接戏也好，或者创造角色是有影响的？是这样的，我们不会因为你是谁的老公而不选择你，而是因为你没有让我们看到你作为一个演员极致的长板和突出的特色。我就说实话啊，我不知道您是一位演员还是一位就是网红或者是什么。你没有一个在你职业上清晰的定位，钟丽缇老公只是你生活上的定位，你的专业能力没有让我们看到的话，那我们就很难选择你。是。我听说你曾经有人找你演渣男，你不演是吧？他，渣的太抽象了，我就没接那个角色。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很符合我当时，营销号想对我的塑造和热搜上的各种的猜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把这个符号一直在往我身上做，其实能够给这个戏剧这个项目带来一个热搜，但是意义不大对我来说。那你要是能贡献到第1的热搜，那就说明你演得非常的精彩，那大家就会记住你。我觉得其实